这次我们收到了一个特殊的漂流瓶，是给 rapper 的。我不会 rapper。rapper 是给你起的外号。这个博哥把我，哇，好长。没有。那我找下节奏啊。这是谁写的来的？这有点像顺口溜形式，难度不是很大。这个写信的人，我可以先告诉大家，这是小鸡写的。就是用脚趾头地板动作那个。我先开始啊。第一趴是给钟汉良队长的。钟汉良导师是个谜，每天刻苦在练习，街舞精神什么样？梁哥是你好榜样。有押韵，有押韵，是小鸡的风格。后面是给一博队长的。街舞文化懂透透，给我毛巾666。Don't say so much， 不用说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哦，我喜欢这个。后面是给一星队长的。狂派舞种你最爱，你比选手还厉害，舞蹈基础非常稳，精武门被你圈粉。精武门，他们自己有一个精武门舞团。哦，对。加尔队长。唱歌跳舞加空翻，谈吐幽默不一般。跳舞不只看难度，主要你还懂艺术。这就是艺术。他有 sense 的押韵，小鸡他很有 sense。倒是每一首这个都比较 Q 到点上，诗里面都有 Q 到大家的特点。对，我觉得小鸡他们那个团队也真的是很有 sense， 选他们出来的这个队长他也有 sense， 那确实是有 sense。没有看他现场，真的太逗了。哎，我记得是加尔那边去看了一下，你还记得那天你去看了一下，你还跟他说给他过，给他毛巾，就是类似啊。我们这个跳街舞的选手都这么有才华的吗？昨天录的115进70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有哪一刻觉得？因为真的看舞蹈会有一刻就炸到，哇，鸡皮疙瘩就起来那种感觉。有小鸡他们组，那个小鸡的 concept 太重了。谁会想到用脚去？真的，我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会重复一次。哦，对我也会觉得，不是因为一些 B boy 会玩这种东西嘛，我要放大招了啊，然后走一个这个，对，大家都会想到。对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拿脚趾头再做一遍，这真的是太炸了。昨天晚上回去我研究了一下，我的脚趾头是走不出那个路子啊！你回去还有研究啊？对，大家就是我觉得学习嘛。你在哪里研究啊？在酒店房间里。很努力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住我楼上，然后昨天晚上呢，我就听的是当，我以为施工呢，我说早上了有可能会施工，突然我的房间也来了电话，然后我先问我的工作人员是不是。我楼上也住了，就是艺人，然后说确实是，我想那肯定没谁了。我在练 arm swing， 在踩，对，在踩地板，我就楼上就哇，声音那么响吗？咚，已经6点了，我们早上6点吗？我们回去6点了。你回去没睡吗？睡啊，就是先练 arm swing 再睡，练累了睡。哇，你张艺兴用这个入眠，还有点精力没透掉，先透掉，然后先把就是睡得香，累了之后再睡，先放电，然后再充电。主要是我看我们这个 crump 选手都不在，就都昨天的 crump 全都，对啊，可惜啊！而且你还最后给了一次机会把大毛叫回来 Seven to Small， 哎，有没有点失望？作为中国crump第一人，你现在？哦不敢。是的。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更多的来学习和系统化的学习这个 crump 这个舞种，然后也用 crump 可以拿到一些世界冠军啊什么。所以 crump 那组你的表现，你是不是稍微有点小失望？其实可以更好。我对他的期望值是很高的。哎，但是我听一星哥说 crump 你就算你掰那个什么29轮你只要有够招就好。他们玩很多衣服，对，这样，对，帽子、鞋子，对，这样其实他们，哎，大部分那些招都是自己创出来的。会跟老师一起研究，我是跟老师一起研究。crump 的基础其实是 hip hop 对吧？我觉得 hip hop 应该是所有舞种的一个基础吧。hip hop， 然后下面分元素嘛，breaking 除外。crump 最早我小时候也很喜欢 crump，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人跳，中国真的没有人跳。然后那个时候我看过一个纪录片，
就是他们 battle 是小丑舞的方式。啊，我知道。对，什么意思？Crumb 最早是叫小丑舞，他们那时候最早的时候跳 Crumb 都是打扮成小丑，对，脸上画油彩，对，然后脏辫，对，大脏辫，然后那些动作都是这种很大的动作，没有像现在的 arm swing 什么 chest pop 这种都没有的，直到Ty Guys 出来之后才改变了这样子。Ty Guys 本人啊，永远不管到哪儿，后来我们把他请来中国，还去到人民大会堂，然后还跟肖杰 battle 了一回。然后当时他采访他的时候，他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带着一个很旧很破的枕头，连采访的时候他都要抱着这个枕头。家的感觉。对，他就从小其实他内心挺缺乏安全感的，那是他外婆给他做的一个枕头，他到现在无论是到哪儿他都会抱着一个很脏很脏也不洗，这枕头他就一直抱着。一直抱着，采访的时候也抱着，他觉得这个是特别给他安全感。那他这种枕头是可以干洗的吗？我是问一个题外话。其实可以，它是一个棉枕头，但他从来不洗，长长的、脏脏旧旧的，他就采访时候也要抱着，他只有抱着他的时候他有安全感。干洗会对衣服造成损伤吗？没有，他其实就想留住那个味道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那个味道。我们小时候也有啊，就是妈妈就睡觉的时候有一块布。不是吗？我们也会我们也会洗是看个人品味儿。你怎么老在意？不是洗是看个人品味儿，就是不是因为我是比较在意这个气味的。但小时候那个布就是那个感觉啊，因为他抱着睡觉，你肯定不会多脏啊，对啊，所以就不会是像穿着贴身的衣服会脏啊。他抱着每天就是那个人的味道呀，他没有那个。你想象的味道，对。双人舞啊，那个是第一个，就是杨文涛和他妻子的那个。对，那个杨文涛和 CC， 对，他老婆跳的那个舞蹈，真的然后一拜天地的那个。那默契不是开玩笑的。我是被他的那个表现的那个表现力、那个表演的感觉啊，而且他们这种题材能创一个 idea， 我的天呐，也容易打动人。对，美感、动作美感什么也很好哇，然后控制啊什么各方面都 ，Oh my gosh！ 最后还有一个接吻，撒狗粮。我看的感觉跟你一样，我真的觉得他们撒了一波狗粮。就是他最后所有东西都结束了以后，这个胖起来你就在嘣一下心上，哦，就是这种，你知道吗？记得杨文涛有一段是一个人在那个地上，就是表情很撕心裂肺，然后一直在捶打地板。那个时候梦并没有醒啊，你懂我什么意思吗？哇塞！就是所以他们一定是经历了什么，所以我非常好奇这个故事到底说的是什么。就感觉像其实是在一起的，对。然后到后来因为一些事情不在了，然后很痛苦，然后回想到之前的一些事情，那个铃声代表我是这么理解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事情。你会想问他吗？我很想问他，但是我看那可能他也没有想的这么，就是让你去感受，只要你看一幅画，你没有必要让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脑子里一定是有一个剧情和设计的，他不会是对有个原型。撒狗粮嘛，那个剧情到这个份上了就得铺垫，因为最极致的痛就是因为曾经有最极致的甜。回想起了我们的相识，我们的相遇，我们的点点滴滴，拉回到现实那种撕心裂肺，也是在再次回忆起那份甜蜜的时候，那种甜，而现在永远再也拿不到，是那种绝望所形成的强烈的反差。我记得我们在过才艺的时候，还不是在这个场子里面，在一个舞蹈房放音乐，那时候就看的就是我们女导演有的就是哭了，连我都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，就特别打到你心里面那种感觉。我其实对鸟语花香、黄轩、黄潇，那个也特别震，就是震到我，那个博哥一直问我想什么，我都整理不出那个我对那个表演的感觉。它有点像是一幅山水写意画，
就你要用一个怎么感受那个表演，就好像他说，你说像看到一个很悲壮的故事，那个杨文涛那一段差不多道理，就是但是那个感觉更诗情画意一点，所以他才取那个柳语画像，就是好像亭台楼阁，然后有水流，好像看一个风又吹啊，山水画，对，像导演说的。本节目由生日无畏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，小蓝瓶配火锅要一起才更酷啊！